欢迎光临杂学咖啡馆，我是说书人 K。今天我们将挑战用最短的时间，让您搞清楚曹雪芹的《红楼梦》到底写了个什么故事。通常来说，长篇小说的时间跨度都比较大，但您可能想不到，在曹雪芹的《红楼梦》原稿从第1回到80回截止，故事的时间跨度其实只有15年。从故事第1回宝玉出生那年到80回故事中断的时候，宝玉也只有15岁。这15年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等男女主角从出生到童年再到青春的成长史，也是居住在荣国府和宁国府的贾家这个百年贵族之家由盛而衰的家族史。在这15年的时间轴上，有一个关键节点，就是第23回，这是主人公们搬进大观园的时间点。从此小说分成了前后2个大观园时代。我们先来说说前大观园时代。前大观园时代虽然时间上有12年，但主要作用是给后面的主干故事进行必要的铺垫。这段时期的故事，您只要知道两组矛盾关系的建立和两桩悲喜大事件的发生就可以了。先说两组矛盾关系，用《红楼梦》的语言，就是木石姻缘和金玉姻缘的矛盾。如果熟悉《红楼梦》，您一定知道木石姻缘指的就是宝玉和黛玉的恋情。全书第一个情节亮点就是第3回，黛玉进贾府，宝黛初见。这一年贾宝玉8岁，而林黛玉才7岁。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木石姻缘这一组关系就此开启。同时为了迎接黛玉的到来，在同一时间同一场景里，从贾母开始，整个荣国府的女眷都出场了，这是红楼人物的第一次集体大亮相。在这个让人眼花缭乱的人丛中，您会一一看到贾府千金贾迎春、探春、惜春，还有宝玉寡居的大嫂子李纨，最后是高调出场风头十足的王熙凤。如果再加上林黛玉、金陵12钗里的6位，整整一半的核心人物都在第3回的这个时刻亮相，聚齐在荣国府里了。作者刚交代完木石姻缘，立刻马不停蹄开始设置第2组关系金玉姻缘。薛宝钗出场，全家住进了荣国府东北角的梨香院。宝钗姑娘脖子上有一只不离身的金锁，就像贾宝玉的脖子上挂着的通灵宝玉。到此金玉姻缘这条线索也正式出现，这是在第8回。木与石、金和玉这2组关系构成了矛盾，因为男主角只有1位，而女主角却有2位，所以矛盾自然建立在男主角宝玉的身上。对小说而言，这种矛盾为故事的发展提供了内在推动力。接下来故事需要转折点，作者构建了2个非常事件，一件大丧事和一件大喜事。先说丧事，故事空间是在东边的宁国府。宁国府的第5代儿媳秦可卿过世，她的丈夫是辈分比宝玉还低的贾蓉。公公贾珍为了秦可卿的丧事，恨不得倾尽所有，所以丧事排场非凡，整整持续了49天，送葬的队伍像压地银山一般浩浩荡荡。以这个情节为核心，宁国府的主要人群秦可卿、她的丈夫贾蓉、公公贾珍、婆婆尤氏等等一一出现。补充一句，秦可卿在金陵12钗里位列最后一位，而且她的形象带有风月的象征意义，但却早早过世，是12钗里唯一没有赶上大观园时代的。秦可卿的丧事刚刚结束，紧接着就是一件大喜事从天而降。宝玉的大姐贾元春入宫多年，忽然消息传来，因为受皇上恩宠被封为皇妃。这件喜事让故事的重心立刻转回了荣国府。贾元春晋封皇妃，让贾家不光是贵族之家，更一举成为了皇亲国戚。虽然贾家在此之前已经呈现出衰败之象，但这件喜事给他们打了一剂强心针。而且更加荣耀的是，元妃要回家省亲。为了给皇妃接驾，贾家整整用了1年的时间，专门盖了一座省亲别墅，这就是后来的大观园。到第18回，在元宵节的晚上，迎来了元妃娘娘的驾临。我们先梳理一下目前为止的剧情，从第3回黛玉进贾府，直到元春省亲的这个元宵节，2组姻缘，2件大事都有了。而且金陵12钗里的湘云、妙玉也来了，贾元春在省亲当晚也惊鸿一现。也就是说，大观园已经到位，12钗也集合完毕，属于《红楼梦》的大时代自此正式开启。果然，元宵节一过，春暖花开，元妃娘娘一道旨意，让宝玉和姐妹们奉旨住进了大观园。从这个节点直到第80回，
就是为时3年的大观园时代。别看只有短短3年，这可是全书的重中之重。在现存的80回原稿里，占了超过70%的笔墨，是《红楼梦》的核心文本。到了这一段，您会发现故事变得更加复杂，人物特别多，信息量特别大。我们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下这3年都发生了什么。第1年的故事概括起来就是爱情与繁华。作者用了30回的笔墨都放在了这1年的时光里，情节密度极大，就像一幅国画里的长卷，题目是诗酒行乐图。姐妹们在园里建诗社，开螃蟹宴，写海棠诗，写菊花诗，下雪的时候赏雪，咏梅花，还有个刘姥姥来凑趣。红楼最重要的故事线宝黛相思，就是这幅长卷里最动人的场景。小说最美的片段，黛玉葬花，宝黛共读西厢，都发生在这1年。但是怡红院里有见识的丫头小红说过这样一句话：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热闹过后，就进入了第2年，主题变成了争端和伤势。争端是因为利益冲突，而伤势是因为开始有死亡发生了。第2年的这2个主题主要表现为3个事件。第一件是春天的探春改革，因为凤姐生病，探春暂时代理大观园，她推出了经济改革，却因此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利益的矛盾表面上是从底层开始，其实背后都跟主人关联，纷争不断，大观园不安宁的日子开始了。第2件是夏天宝玉过生日，这个节点非常重要，这是全书盛极而衰的分水岭，既包括大观园，也包括整个贾家。接下来就是第3件事，贾珍的父亲贾敬暴亡。从秋到冬，故事的叙述空间转到宁国府，情节断崖式跌落，由此引出尤2姐和尤3姐的出现。但是接下来的几个月，姐妹俩又各自为感情相继含怨自杀。如果说尤氏姐妹的悲剧还是局部的发生在宁国府，那么进入第3年，悲剧开始转入了荣国府，并且家族矛盾爆发，引发了整体性的悲剧。所以第3年的主题就是凋零与败落。这时您会发现，前1年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背后其实都是主人之间的矛盾。贾赦夫妇和贾政夫妇兄弟妯娌之间已经貌合神离，邢夫人和继子贾琏、儿媳王熙凤矛盾已经公开化，赵姨娘和王夫人之间的嫡庶矛盾暗地里早就是你死我活，最终矛盾的核心指向宝玉，指向贾母。贾府的关系已经层层冰冻，矛盾的激化直接导致家族内讧，终于演化为抄家。一夜之间，大观园里鲜花败落，青春凋零。宝玉的丫鬟晴雯被驱逐，然后悲惨的死去。宝钗迁出大观园以自保。迎春出嫁，但婚后饱受折磨，不久于人世。探春也即将出嫁，几个重量级的丫鬟也纷纷被驱逐。宝玉眼睁睁地看着一切发生，这个15岁少年的内心回荡着一个声音：天地间真有这样无情的事。红楼的故事就这样停在了第80回，后续的情节除了曹雪芹先生也无人能知。这就是情节庞杂的《红楼梦》的主要故事脉络。感谢您的观看，并请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